神枪手端着狙击枪发抖，迟迟不敢扣动扳机，只因他刚穿越到神枪手身上，还没来得及适应新身份，便接到击毙持枪暴徒的任务。有没有搞错？我在那边刚被车撞飞，过来就要我杀人。全部退后，不然老子崩了他！救命啊！我不想死。给我一辆加满油的车，15分钟后见不到车，我就杀人质了。你不要激动，务必确保人质安全。我们已经在准备车了。现场局势异常紧张，指挥者只得稳住暴徒情绪，接着询问狙击手。各狙击小组汇报情况：2组没射击角度，1组没射击角度。3组呢？冷锋汇报射击条件。好像在叫我，可我只有原主的记忆，各项技能基本清零，话该怎么接？冷锋愁坏了，空有神枪手的身份，却没那个本事，不知该怎么在特种兵世界里存活。而这时响起一道突兀的声音：兵特种兵系统加载完成，检测到宿主是个弱鸡，触发新手大礼包，奖励狙击数100发100中，奖励格斗术8级全，综合战力评定为6，目前为强一点的辣鸡。还好不是战五炸，不然丢穿越者的人。发布新任务，选项1击毙5级奖励全能枪械精通，选项2按兵不动奖励100万巨款。我选2。宿主选择1，请尽快击毙5级。呼叫冷锋听到即回答。啥事？汇报视野情况。只能看到人质，歹徒处于视野盲区。冷锋回忆剧情，大量物理和数学公式在脑海中运转，接着他扣动扳机，子弹在墙壁上留下个大洞，吓得暴徒哇哇叫。谁特么开枪？你们想害死人质吗？走火是走火，你冷静点，确保人质安全，你才能安全。冷锋立刻停止射击。还来！我要杀了人质！你没有机会的，老子这辈子最恨毒贩，下地狱忏悔去吧。冷锋再次扣动扳机，子弹打在同一点上，轻松穿过墙体击毙5级。报告已击毙歹徒。帅不过3秒，刚才从瞄准镜里看到红的和白的溅出，心里承受不了。冷锋，你等着关击毙吧。为了完成系统任务，我容易吗？任务完成，宿主已精通各类枪械，不过宿主依旧是辣鸡，杀个毒贩差点把大肠吐出来。随你说，人不跟狗计较。冷锋摇身一变成兵王，尽管被关进闭室，心情还是挺不错的。另一边指挥室里的几人在激烈讨论。全速风700米距离，3枪命中同一个点，放眼各大军区的神枪手，也没几人能做到。你还夸他，简直无组织无纪律，万一歹徒击毙人质，谁能负责？战狼中队专收刺头，实里长可否割爱，将他让给我？他是我见过最好的兵，偏偏不服从命令。你带走后要用心打磨，别浪费了一颗好苗子。两人刚商量妥当，只见一道身影急忙走进指挥室。狼牙5号范天坑，他来做什么？哼，小云同志也在呀。老师，我看上那个叫冷锋的兵了，让我带走怎么样？隆中队长也想要冷锋，这样我不拦着他。至于他愿意跟谁走，看你们各自的本事。刚才你杀了人，是什么感觉？恶心想吐，刚才睡午觉还做了噩梦。第一次杀人有这些反应，属于正常现象。冷锋来狼牙吧，我准备组建一支红细胞特战队，到时由你担任小队长。范天坑名不虚传，初次见面就挖坑，我猜什么军衔就担任队长，感情要骗我过去。我培养出的人才不少，光是将军就有好几个。范天雷喋喋不休，开出极为诱人的条件，而龙小云只说出一句话：冷锋资料上显示你单身，你觉得我怎么样？隆中队，你怎么能用美人计？作弊了呀！为了人类文明的延续，我选择战狼。你这么草率的吗？真不考虑跟我混？同性相斥，异性相吸，客观规律没法违背。我疯了跟你混，你先坑何晨光父亲，再坑自己儿子，接着坑红细胞队员，最后坑死自己。我没理由跟着你遭罪。5号承让，兵宿主做出最优选择，奖励雷达预警。解释具体功能。有人对宿主产生威胁，雷达会给出提醒，提高宿主活命机会。系统加深，不想成兵王都难。冷锋乐了，随后跟龙小云前往战狼驻地，可他刚空降下去，便被大量坦克和装甲车包围。熟悉的画面，记得有个碑王要登场，可我在的地方是不允许其他人装碑的。我叫哨兵，战狼副队长。副队长好，我叫冷锋。你就是那个走后门的刺头。你搞这么大阵仗接我，我很高兴，但你刚才说话的语气我不喜欢。嘴上还不服气？错，是每一个毛孔都不服。冷锋在原世界当牛马，如今穿越到特种兵世界，身上还带着外挂，不想憋屈的活着，却让在场的老兵很不爽。进战狼的考核淘汰率高达98%，在场的所有老兵都是磨了一层皮才进来的，凭什么你走后门？走后门还不服气？你有什么特豪横的？听到了，走后门还狂，大家对你有意见，你在战狼待得下去吗？
面对众老兵步步紧逼，系统及时救场。冰心任务发布，选项1忍气吞声，奖励汽车驾驶技术精通；选项2步步就干，奖励超强体质。我有系统，嚣张一点也很合理，选2。宿主身体得到强化，若收到奖励没去践行，丁丁短1寸。觉得我走后门是吧？欢迎各位前来考教。别说老兵欺负新兵，20公里负重跑，敢不敢借？我都可以，不知输赢怎么算？我们输全员叫你一声峰哥，我们赢你滚回原部队。没问题，不过20公里太短，跑30公里好了。冷风与战狼众老兵约定好，随后来到操场上进行负重跑。他的速度不快，跑在众老兵后面。想拿我的下马威，看我温水煮青蛙，将你们全部累趴下。少队，我就说那走后门的不行，吊车尾一个。他太狂妄了，战狼中队的队员若下发到其他部队，每个都是兵王一样的存在，他拿什么跟我们比？30公里跑完，肯定把他搞吐。快点快点，你们腰子虚吗？跑个步都没力气，刚才的牛皮劲哪去了？冷风，你在瞎嚷嚷什么？跑得慢还不让人说吗？就你们还精锐中的精锐，我看是屁，老奶奶都比你们快。吊车尾不要口嗨，我要加速了。你们说我是吊车尾，要是被我超过去，多难看！冷风用言语刺激众老兵，接着加快跑步速度，撵着一群人跑。以这种速度能跑下30公里吗？太快了，没法跑到30公里。不过我们累，走后门的也累，他会先倒下，到时笑话就大了。不行啊，喘成这样，你们果然腰子虚，我又要提速了。冷风刚获得超强体质，体能强众老兵太多，随着他们一圈圈跑下来，众老兵逐渐掉队，硬是累趴在地上，最后只剩哨兵。少副队长，加油，你可以的！加油个锤子，老子不跑了！你故意在后面撵我们是吧？军中无戏言，叫人。峰哥，踢到铁板了，队长从哪划拉来的兵，厉害成这样？毫无压力可言。冰心任务有仇必报，选项1宿主忘掉嘲讽，奖励好人卡；选项2宿主狠狠嘲讽回去，奖励20万通过合法途径发放。2，我选2。选择成功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不是我针对谁，在座的各位都是垃圾。新兵嘲讽老兵是垃圾，气得老兵火冒三丈，却不敢拿新兵如何。原来他们输掉体能比试，挨骂也只能立正，新兵却感觉很爽。特种兵中的精锐，就这？你们刚才嘲讽我的牛皮劲呢？哪去了？冷风，你别太过分。过分吗？我不觉得。刚才你们笑我是走后门的，看不起我的单兵素质能力，我以同样的方式还回去罢了。你们不服可以再跑一圈。冷风的话字字诛心，其实他不想刺激战友，奈何接过系统任务。兵任务选项2完成，20万已到账。奖励到账，可以结束这场闹剧了。刚才玩得很开心，往后大家都是好战友，领我去宿舍吧。装完杯就想跑，世上没那么便宜的事。你刚才的话说的我心好痛，不能就这么算了。生活在热兵器时代，枪械才是制胜的关键。咱们来比比枪法，别说你怕了。激将法对我不管用，不过小爷今天不好好打你们的脸，小爷就不叫冷风。冷风有系统加深，不带怂的。随后众人来到靶场，哨兵又变得傲慢起来。听说你也是个狙击手，但普通部队士兵的枪法在我面前就是个笑话。风停了，雨停了，你又觉得你行了？当心又一次被打脸。别避了上干货，1200米靶，输的人包洗3个月的袜子和裤衩，敢比吗？面对步步逼迫，冷风刚想答应，系统提示音响起。丁触发可选任务，选项1宿主认输，奖励100万马内；选项2宿主用实力打脸，奖励战斗力+4。有脸不打王八蛋，我要打肿他的脸。双方准备就绪，哨兵先开3枪，爆靶员的声音响起，3枪全中，总计30环。论枪法还得是哨队，基础操作而已。那谁投降输一半？你现在认输，洗1个半月的裤衩和袜子就行。去个人扔瓶子，1200米距离我要打移动靶。冷风的话出口，惊呆全体特种兵，转而是不信与鄙夷。板砖，你过去扔瓶子。既然冷同志想出丑，满足他就是了。我腿还在发抖，又得跑1200米，折磨人呐！随着板砖离开，冷风进入瞄准状态，而板砖想看冷风出丑。到地方后，连续扔出3个玻璃瓶，只见冷风以极快的速度连开3枪，没打中，让子弹飞一会。飞了5分钟，你的子弹不会环球旅游去了吧？能笑是好事，笑到最后才是赢家。冷风对自己的枪法异常自信，片刻后板砖抱着玻璃瓶走来，像见了鬼一样发抖。他的枪法太炸裂了，你们看瓶子，谁喝饮料没喝干净，真是浪费。每枪都打在瓶口，击碎一小片玻璃，怎么做到的？枪法如神呐，确定不是在拍电影吗？对手太弱，赢得索然无味。少副队别忘记帮我洗袜子和裤衩。冷风完美打脸战狼队员，得到系统奖励，战斗力来到10点。好在不是战5炸，系统战斗力10点处于什么水平？
普通群众战斗力为1，普通士兵为5，特战队员在8以上，参考人群均为不突出个体。突然感觉自己牛批起来了，不知龙小云那母暴龙在干嘛？将我带到战狼后，不管不顾了。龙队特招来的兵太强了，体能和射击2个大项，整个中队没谁是他的对手。狙击技术过硬，还见过红，以后他就是中队第1狙击手，你没有意见吧？在战狼中队，地位是打出来的，我有意见也只能憋着。翌日清晨，全员集合。龙小云站在人前训话，看得冷风走不动道：“不愧是我以后的女朋友，真是漂亮。”此次红蓝对抗，我们要模拟外军打磨蓝军，检验蓝军战术漏洞，发现我们的不足之处。少副队负责行动，我居中指挥，你们去准备吧。全体都有装备演习枪支弹药，然后奔赴演习地，动起来快！战狼中队迅速装备完毕，接着进入演习位置。另一边蓝军也抵达演习场地。老实真有你的，谁能想到你把指挥部放车上，带着我们满山跑？龙小云不是一般人，好几个队伍在他手里了。不过他专门模仿外军作战，而我打的就是外军，按预定方案进行。是我马上传达指令出去。石旅长信心十足，由于占据人数优势，认为赢面很大。然而战狼已进入有利位置。蚊子真多，啥时候开始行动？忍着，等候队长命令。夜色下等了4个小时，再不动一下会把蚊子撑死的。冷风吐槽，系统提示音响起，边恭喜宿主达成木头人成就，选项1随大流等待，奖励特种伪装术精通；选项2单独行动，奖励劣质读心术准确率为50%。作为一名狙击手，伪装很重要，我选1。获得特种伪装术精通，不过宿主是真的怂，要是我有系统，就单枪匹马杀过去了。可惜不是你，假设不成立。全体都有龙队来消息了，20公里外有个蓝军电子部队，对我方电子战影响很大，我们去拔掉它。是。众队员齐声应答，进入急行军模式，一路小跑到蓝军电子部队外围。收复队这么够。趁天黑，大多数人在睡觉，我们渗透进去，拔掉这个电子部队。办法倒是不错，可敌方暗哨的位置我一直找不到。冷风暗哨交给你，别闹出太大动静。哨兵甩出难题，可在冷风眼中很简单。他打开雷达，确定目标位置，接着用消声器手枪干掉2人。少副队，我已完成任务。你要不要这么快？虽说男人太快不好，但我就是那么快。按原计划小组渗透行动。战狼分为多个小组进入临时帐篷区，安放演习炸弹。冷风发现不对劲，板砖，你看那边很亮，搞不好是蓝军指挥部。跟着峰哥有肉吃。先搞2套他们的衣服，进去里面瞅一眼。冷风找到2个倒霉蛋，敲晕后把衣服换上，来到大帐篷外。站住干什么的？我们是后勤保障处的工程师，刚发现几个雷达有故障，过来请示首长。口令：萨瓦迪卡。什么鬼？2名士兵疑惑之际，冷风将他们撂翻在地，顺手用口红画在2人脖梗处。根据演习条例，你们已阵亡，请不要出声。冷风的身手好厉害，我被选帮忙的，结果还没动手，已经结束了。子弹上膛，我们进去。冷风走进帐篷，看见几人在操作电脑，知道没来错地方。嗨，大家好。你们是谁？看起来有点面生。面生就对了，因为我们是战狼。敌袭快来人，板砖快开火！我终于派上用场了，送你们演习1日体验卡。2人枪法很准，经过1轮射击，敌人身上全部冒起烟雾。我们信息化电子部队还没使上力就被干掉了，这才演习第1晚啊！为了打掉你们，我们急行20多公里，就知足吧。少副队猜到这边是指挥部，带队过来查看，没想到你们快上一波。峰哥发现的438，我跟你说，有话回去再说。冷风干得不错，我也觉得。联系下队长，利用时间差传递假信息给蓝军，坑他们一手。有道理，我马上联系。经过哨兵简单沟通，龙小云同意了。接着在哨兵的操作下，龙小云获得远程控制权。任务完成，撤。冷风此次行动已功劳不小，遥控器给你。爆炸吧，拆大小。新兵身为华夏军人，就炸毁一个华夏军营，不料受到首长表扬，只因他们在演习，打对手越狠，成绩越好。石旅长，你的电子信息化部队没了。对自己原部队下手那么狠，心里有什么感想？感觉很爽。玩这么大，万一哪天又回了原部队，你们旅长不得笑死？将来的事将来再说，今天过瘾了就行。话说的没毛病，剩下的交给队长，我们撤。队员们是了拂衣去，龙小云则抓住机会发动电子信息攻击。你们动作快点，必须在蓝军察觉到前完成全部入侵。锁定敌方多支部队的位置和信息，他们正在转移。龙队，我们拿下了导弹车控制权，做得不错。我要使旅长开局输一半，锁定蓝军的坦克和自动火炮部队。报告，锁定完毕，发射。龙小云的命令干净利索。由于是演习，导弹部队的火控雷达锁定坦克团和自动火炮营，2个军事单位也就被消灭了。石旅长那边则是后知后觉。
电子信息部队有异常，你们赶紧撤退。报告，坦克团和火炮营已被全歼，申请退出战场。什么？战狼哪来的重武器，能在短时间内摧毁我2个装甲单位？是导弹部队用火控雷达锁我们。知道了，你们撤出战斗。石旅长气到不行，在多年军旅生涯中，还是头次吃这么大的亏。龙小云派人攻击电子信息部队，从而入侵我们的网络，发给导弹部队错误坐标，利用我们的导弹打我们的装甲部队。又是小股渗透作战，既然来了，我要他们全留下，派2个营去电子合成营周围搜索，务必全歼战狼队员。是首长。石旅长做出应对，认为凭借人数优势吃掉一支孤军问题不大，不料对方反其道而行之。这是通往电子合成营的必经之路。当蓝军高层知道那边被灭，定会派人过去搜索。然后呢？我们提前在路上埋演习地雷，打他的小伏击，继续扩大战果。风险太大，我不同意。少队可以带人走了，将演习地雷留给我就行。士兵冷风服从命令。哨兵语气严厉，殊不知冷风等的就是这句话。他当即联系龙小云，将情况说明。少副队实施冷风的方案，省的石旅长说我们只会取巧，今天给他上点硬菜。是龙队。龙队咋说？全体都有埋雷。战狼众人埋好地雷，躲在路边的灌木丛中。只见一排军卡驶来，上面载的自然是步兵。目标出现，全体准备。我建议从中间炸，然后打他的首尾，能最大程度重创敌人。我知道该怎么做，不需要你来教。要不你们少吵2句，敌方车队已经到了。有人出来当和事佬，冷风和哨兵没有继续吵，但哨兵采用了冷风的体，将支援的一个步兵营拦腰炸断。扔手雷，然后全力开火。我们提前埋伏，占据有利地势，外加地雷和手雷配合，这个步兵营废了。峰哥好计谋，你这是升天绊子啊！谬赞谬赞，其实我都没怎么用脑，敌人就中了埋伏。你们别在那口嗨了，赶紧打！战狼中队全是神枪手，经过一番激烈战斗，将前来增援的一个营打残。敌人逃了，我们赶紧追上去，说不定能全歼敌人。不行，穷寇莫追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哪知道成语意思，只能瞎解释了。你看他们那么穷，追上了，万一他们向你借子弹，那不得亏死？说的相当合理。漂亮的伏击战，可惜我们人数少，不然能吃掉整个营。少副队不过瘾的话，再打一次伏击就是了。继续埋雷，继续蹲。冷风说出鬼主意，这次哨兵没有拦着，于是他们在同一个地方埋雷，将另一个来支援的营打残。此战惊动蓝军高层。同一个地点伏击2次，打残我2个步兵营。没错，敌方有人懂战术。世界10大经典战术之一，是刘元帅打出来的。一群兔崽子害我损失惨重，不惜一切代价救出他们。石旅长气坏了，势必要挽回面子。另一边冷风却笑得合不拢嘴。兵舰鱼宿主用大量地雷伏击敌人，奖励排雷精通。不错不错，技多不压身。怎么到处都是敌人？我们的人被抓了不少。多半是蓝军用出了人海搜山战术，以单位要将我们从林子里揪出去。人多欺负人少，他们太不是人了。少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再这样下去会被围住的。在演习目录里，蓝军有军犬，外加他们大搜山，你特么让我想什么办法？哨兵大为头疼，他们还不知道蓝军出动了2000多士兵，外加100多军犬，战狼很难逃脱大搜捕。好在冷风想出法子，对付军犬我有法子，不过方法有些膈应。你倒是说啊，这都火烧眉毛了，还墨迹呢？峰哥，只要能摆脱军犬，让我裸奔都行。我对你的身材不感兴趣，大家脱下袜子，撒点尿在上面，然后涂自己身上。峰哥不能吧，袜子已经够臭了，再加上尿不得熏死人。138提出疑问，其余战狼队员点头，大多有这个疑问，冷风只得耐心讲解。军犬嗅觉灵敏，对刺激性气味越敏感，人受不了的气味，狗更受不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不会是在坑我们吧？天地良心，我是为了大伙好。那你们说，谁还有避开军犬的法子？照冷风说的做，要是没效果，回去将他丢化粪池里。哨兵下令，其余士兵服从，干呕着擦拭身上。冷风尽量憋笑，好恶心，他们怎么忍得了？冷风，你为什么不用尿擦在身上？刚才在电子合成营，我从医务兵那搜到1瓶酒精，倒在身上就行，效果都是一样的。其他人赶紧擦，我们时间有限。反正你特么多久没洗过袜子？袜子脱掉都能立起来，我墙都不服就服你。昨天刚洗过，没办法，祖传香港脚，现在遭老罪了哦。峰哥借我点东西。你要借什么？借我点尿，刚才就尿了几滴，根本不够用。反正我借你，我的尿又多又黄，而且借了不用还。滚犊子！峰哥你看，板砖是个人才，我见过借钱借车的，头次见到借尿，长见识了。冷风是个热心肠的人，见到战友需要帮忙，他只得撒尿相助。尼玛，峰哥倒是对准点，你这一分擦尿我手上了。对不起，头次借尿没经验，气味不大对。峰哥你不会有尿毒症吧？一个智障滚犊子！
别闹了，尽快突围，我们出发。冷锋的法子很好用，军犬追上来只会原地打转，助力战狼摆脱追兵。此时的蓝军指挥部石旅长心情不错。好，可算是抓到几个战狼队员了，看龙小云怎么嚣张。那我们抓的俘虏全部关在一起，每顿给1碗稀粥就好，让这群家伙目中无人，剩余的10几个人也尽快救出来。峰哥的办法好用，才一会功夫就甩开了军犬，只是味道一言难尽。还怪我了，我刚才还见你尿了呢。少队接下来咋整？冷锋，你从一开始给的建议都很实用，从现在起由你来指挥。哨兵彻底服气，没想到触发了任务。选项1拒绝指挥奖励100万，选项2接过指挥权奖励天眼技能。解释天眼功能，可查看3公里内的人和物，会生成3维立体画面，传送到宿主大脑。好东西，我选2。那太好了，多谢少队信任。我去，你不能客套2句。新兵走着走着不动了，却不是在玩木头人，原来他是个挂逼，提前预知到危险，却不知该如何向战友解释。听海哭的声音，是实弹射击的声音，在3点钟方向用的狙击枪，我怀疑是外军入境。冷锋用上刚到手的天眼系统，自顾自地说完后，当即向龙小云汇报。接着龙小云派出无人机侦察，给出回复：确实是外军入境，距离你们2.5公里，我已申请直升机载弹支援。等实弹抵达，我们将全歼来犯之敌。我很好奇，这么远的距离，你怎么听到枪声的？我是出名的招风耳，打小就能听到细微的声音。冷锋胡扯之时，军区指挥系统忙作一团，建立临时指挥部。副司令，我承认吃了点亏，但胜负未分，怎么提前结束演习？请看 VCR， 龙小云刚传过来的。外境入境，赶来龙国闹事，必须干掉这群狗娘养的。看定位，立刻安排直升机载弹支援，命附近的演习单位围歼外军，犯我龙国者虽远必诛。高士威的话语中充满杀气。随着实弹运达指定地点，冷锋等人迅速装备好弹药。准备好没有？时刻准备着。出发。这帮外军不知所谓，居然敢武装入境，上帝给他们的勇气吗？龙国不归上帝管，我挺奇怪的，外军怕不是得了脑血栓，干嘛往我军演习区里炸？我击毙5级，他哥闵登派老猫来杀我，导致于飞壮烈牺牲，但我有挂在手死的只能是外军。冷锋什么都知道，只是没有说明。当走到距敌人2公里处，他让全员趴下。看见敌人了吗？没有，据上面发来的坐标，敌人距我们2公里。那我们趴下做什么？就这个距离，压根不在枪的射程内。敌方有狙击手，我要在这里架狙，少队带人绕侧翼。好，分头行动。冷锋说出作战计划，战狼队员准备合围外军，可老猫还没察觉到。冷锋的脑袋值1000万美金，若是我们运气好撞见了，又能狠狠的捞一笔，大家打起精神来。可别阴沟里翻船！哈哈哈！龙国童子军，龙国几十年没有打仗，他们的兵连杀人都不会，能厉害到哪去？反器材武器，我们被发现了，快隐蔽！猴子架狙。老猫被吓得不轻，一群人走着战友炸了，属实太过突然。开枪的冷锋则一脸平静。枪一响，敌人全躲起来了，反应还挺快。不过我有天眼辅助，外加神射之术，谁冒头谁死。猴子找到敌方狙击手位置没有？刚才没听见声音，不好确定方位，我抬头看一眼。卧槽，头盖骨被掀飞了，敌人的枪法极准，我们没法进行推进。老大撤吧，我们已惊动华夏军方，再不走来不及了。你怎么没人回话？佣兵疑惑之际，只见老猫已经没了身影，跑路了。打不过就跑，他们全死了，我可以少分好几份。少队，你那边情况如何？我正在跟外军交火，有个外军跑了，我调不出人手追击。我去。冷锋卸下全部负重，紧持步枪进行追击。这一幕总指挥室的人看在眼中。2000米外连续击毙2人，这是谁的兵？战狼中队冷锋，以前是我们旅的刺头兵，枪法神乎其技。我前几天刚见过一个厉害的狙击手，是个弹道偏左的小子。告诉龙小云，不能让逃跑的外军离境。命令层层下达，冷锋只回了一句话：哪怕我战死，那也是敌人先倒下。注意安全，活着回来。等我完成任务回来，希望首长答应我一件事。只要不是奇奇怪怪的要求，我可以答应你。指挥部的人都听着呢，首长可不许耍赖。枪声，龙国军人追上来了，求上帝保佑！如果我能安全离开，这辈子不再踏入龙国半步。老毛感觉菊花一紧，赶忙拿出步兵地雷布置，接着拼命往前跑。冷锋很快抵达雷区，布置地雷不过是在浪费你的时间。冷锋据热感应传来的数据，你前方有12枚地雷，需要绕道而行。此处距离边境不远，绕道会浪费时间，追不上外军的。你想做什么？我天生运气好，想赌一波不会踩到地雷。
冷锋拥有天眼系统，精准探测到每一枚地雷的位置，接着往前奔跑，完美避开全部地雷，惊呆战狼指挥部。队长冷锋顺利穿过雷区，一个地雷都没踩到。只有一种解释，队长请说。冷锋的祖坟绝对冒青烟了，照这个速度下去，他追上外军不过是时间问题。又是该死的枪城，追兵离我越来越近了，每个月才几千，今天拼命做什么？脑袋绝对被门挤过。老猫用出吃奶的力奔跑，他属实想不通，在境外曾有上百万士兵投降先例，可龙国却战至最后一兵一卒，可算追上了。距离边境还有100米，这是你永远跨不过的鸿沟。听见？法克我的腿，该死的龙国人！我投降，别开枪！你的投降没有诚意，我不接受。你稍等一下。老猫不想死，光速脱下裤衩举起，冷锋则警惕前行。但凡老猫有任何动作，他会送对方归西。卧槽！用裤衩举白旗，这是一个有味道的投降。求你放我离开，我可以给你很多米金。你能给我多少？500万米金，反正这里是边境，你拿到好处立马离境，龙国奈何不了你。500万少了点，再给你一次机会，好好说。一口价2000万米金，我真的只有那么多。成交，把你的账户密码给我。敢说一个不字，请你吃花生米。冷锋进行瞄边射击，差点没吓尿老猫。他知道自己没有谈判的资本，当即说出账户和密码。我可以走了吗？急什么？我需要核对下真实性。童子倒腾出账户里的米金，然后洗干净，没问题吧？转账成功。半年前你曾继承国外2大爷的资产，总计1600万米金。怎么少了400万？手续费啊！下次有这种好事，记得找我爱你哟。换算成龙国币也有一个小目标了，还凑合吧。一夜暴富，冷锋高兴坏了，准备押走老猫。等等，你说过放我走的，这是要做什么？我只是让你给账户，没说放你走，对吧？混蛋大不了一起死。我叫你别乱动，为什么非得没子弹吃？我没动，你怎么还打我？不好意思，这枪是走火了。上帝快来救救我，我受不了这种折磨。老猫想死的心都有了。这时大量接应武装人员出现，站在界碑那边，将枪口对准冷锋。大强你来啊，向我开枪。是你杀了我的傻弟弟，危害龙国者该杀，你能奈我何？全体都有准备。拉仇恨过火了，他真要干我。撤！老板救我，你们别走啊！叫吧，哪怕叫破喉咙，也没人搭理你。边恭喜宿主首次活捉境外佣兵，奖励催眠术，奖励高级读心术，准确率高达80%。赚大发了！要是每天来一次外军入境，我不得原地起飞。冷锋不由得傻笑，出来走一圈马内有了，还附带2个强大的技能。长官，我有句话，不知当讲不当讲。你说。麻烦你叫军医过来，我觉得我还能救一次。新兵躺在重症监护室，却连毛都没掉一根，可医生还是给他做了全套检查，只因他带人团灭入境外军，展露出极强的单兵作战能力。军区首长把他视作宝贝疙瘩。这么多大领导来探望我，比见到外星人都紧张。冷锋同志，鉴于你在此次行动中的英勇表现，记2等功1次，授予军功章1枚。这一仗战狼打出了龙国军人的威风，尤其是你击毙2名佣兵，活捉佣兵头目，所以破格提拔你为中尉军衔，择日前往相关院校培训，望你再接再厉。是首长，我发达了，这次行动名利双收，为国争光的感觉真好。冷锋高兴到飞起，突然想起来一件事，盯着龙小云开口：龙队长之前说的话还算数吧？说吧，什么条件？叫声哥哥来听听。哥哥，哈哈哈！母暴龙也有温柔的一面。你别以为立了功就能飘，我依旧是你的首长，裸脚。疼，你快撒手！众高级首长离开后，冷锋急忙掏出手机打给便宜老爸。爸，我们老冷家的祖坟冒青烟没有？何止青烟，冒的大黑烟。那么凶吗？岐山火祖坟被火给烧了，当然冒黑烟。你有事？没事，随便问问。冷锋挂断电话，来到隔壁病房，看见裹成木乃伊的战友。我走错了，误入法老金字塔。冷锋，你嘴上积点德吧。差一点你就看不到我们了。话说那天发生了什么？你去追击老猫后，我们全力围歼其他佣兵。当战斗结束，我带队上去查看，结果有个佣兵装死，引爆了 C4。好在没人牺牲，治疗个把月出去跟新的一样。冷锋在医院待了2天，直到做完全部检查，才返回战狼。战狼队员冷锋现在已康复，请求归队。欢迎回家，老猫全招了，还给我们一个账户，结果里面是空的。他跟我说过，好奸诈的雇佣兵。你收拾一下东西，准备离开战狼吧。龙队，我连你的手都没牵过，就要赶我走？你说什么？我舍不得战狼。
我也不想放你走，可你在演习和任务中的表现太亮眼，军区下文调你走，我留不住人。我突然成抢手货了，果然优秀如我，光芒四射啊！冷风，你给老娘滚出去！随后，冷风收拾好东西，坐上来接他的车。当看清车上的人后，发出惨叫。犯天坑，惊不惊喜，意不意外？看你的样子，似乎对我有意见。狼牙5号，坑天坑地坑空气的坑神，手段腹黑老狐狸一个，谁不知道啊？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你别瞎说，当心我告你诽谤！该死，逃不掉的宿命！冷风空降狼牙，狼头何志军特别看好他，当即委以重任。乌兰和红细胞刚组建完，你挑一支担任队长，当然你也可以说说自己的想法。任队长感觉挺麻烦。丁选项1担任突击队长，奖励直升机驾驶技术精通；选项2争取当2支队伍的总教官，奖励综合战斗力5点。我选2。你想好没有？到底选哪一个？小孩子才做选择，我全都要。1号、5号，我想当2支突击队的总教官。冷风口气不小，使得2位首长愣神，他们也不好多劝。我可以答应你，不过总教官是个苦差事，你要用实力压住教官和菜鸟，若是不敌，估计连队长都当不了。明白，军营里大家都崇尚强者，我们现在就找过去。这位是新来的教官，叫做冷风，他想当总教官，你们答应吗？不答应。我向各位教官发出挑战，无论是刀枪剑戟还是吹拉弹唱，我都奉陪到底。冷风的声音平淡，却引发强烈反响，众菜鸟觉得他在吹牛。吹牛不打草稿，他要是挑战教官组成功，我倒立吃翔，禁止骗吃骗喝。二宁，你妙皇，赶紧给他死刑，没准还在做梦呢。安静，格斗上赢过新兵，再来跟我们比试吧。俺只是凑个热闹，怎么还引火烧身了呢？李二牛很苦恼，奈何狗头老高发话，他们只能硬着头皮上。我先来。妥妥的战五渣，抬走下一个。老高，你感觉怎么样？他击倒菜鸟只需1拳，格斗技恐怖如斯，教官上也未必是对手。天天虐菜没意思，终于来个强劲的对手了。别以为跟我长得有几分相像，我就不打你。冷风动若奔雷，没出手几招，便将何晨光打倒在地。大意了，没有闪。还有谁？5号，要不你来跟我练练？我咳嗽，医生说不宜动手，过2天再练。各位教官，你们怎么说？高教官，我们支持你，揍他。俺也一样。一群兔崽子，非得把我推出去，没看见我挨揍心里不舒坦吗？小子，你放马过来吧，黑龙18手，看我8级拳。老高和冷风打作一团，在技能上不相上下，可冷风的体质强于狗头老高，双方交手几十招后，狗头老高败北。我还没发力，你就倒下了，这波仇恨拉的有必要吗？好狂妄的小子，你格斗强最多当个格斗教官。我之前说过的，你们想比什么都行，今天我专治各种不服。冷风的话很狂，逼得教官组开小会，商量出自救对策。格斗仅是一个科目，时代变了，现代战争主要看枪法和实战。了然，那就对抗训练呗。方圆15公里范围内，教官组一起上，我们对狙。好狂的口气，他咋不上天呢？因为他没有翅膀，飞不起来。太看不起人了，你再强也只有一个人，我们全是身经百战的老兵，你以为是粪草吗？好可怕，疯起来连自己都骂，你就说接不接？接，等你输了，可别说我们人多欺负人少。不会的，一人打10几个，优势在我。冷风表现得异常轻松，在双方装备好武器后进入演习丛林，何志军则带领2队菜鸟进入指挥室。天雷，你觉得哪一边会赢？从情怀的角度讲，我支持老高；从现实的角度讲，我也支持老高。废话文学嘛，你直接说支持老高不就完了？1号说的是，主要是炫耀一下我的文采。菜鸟们顶尖狙击手的较量不多见，你们好好看，好好学。快看拽哥开枪啊！打中衬衫命教官。李二牛惊呼一声，全员紧盯大屏幕，谁也想不到冷风在1分钟内完成击杀。有1就有2，我有天眼锁定位置，不管你们如何隐藏，在我眼里全是暴露的。同一个枪声出现在不同的位置，说明冷风射击完立马准，可移动的速度也太快了些。老高，你别当伏地魔了，教官组仅剩1人。什么？还不到10分钟，其他教官就被击毙了？没骗你，他似乎有特殊手段，找人很厉害。我要跟他中门对狙。狗头老高作为狼牙王牌教官之一，有着自己的傲气，起身用狙击枪胡乱射击，因为他找不到目标。冷风见状直摇头，随缘枪法嘛，还是信仰射击。索然无味的比赛该结束了。枪法如神，打不了。对抗演习结束，众教官和菜鸟集合，眼中多出一丝尊敬。老高，你服气吗？我强都不服，就服你。